拜托，我们真的还要花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吗？学习新的语言，当然是越小越好啦。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希望今天的视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在美国开中文兴趣班的 Masugi， 在这里陪你聊一聊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。为了让今天的视频更简短，我在这里所指的大人也包括能独立思考的初中或者高中生，在这里指的孩子也包括小宝宝和大孩子。年龄划分这个责任就交给你，我们开始咯。你是否觉得小孩子学语言就像兔子跑步一样轻轻松松，而我们大人学语言就像乌龟一样，每一步都走得好艰难？因此学语言越小越好，最好从妈妈的肚子里就进行语言胎教。这个观念不仅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见证，还有很多科学数据的支持。但是 Masugi 好喜欢说但是，今天我要为大人学语言这件事说一句公道话，大人学语言也有大人的优势，在这里我列举了4点，你来看看这些优势你都想到了吗？第一，大人能自主创造语言环境。语言是环境的产物，而不是年龄的产物，年龄只是改变环境的因素之一。如果大人能经历一段像孩子一样在双语家庭成长，或者有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能够提供容易理解的语言输入，又或者长时间的沉浸在丰富的语境当中，除了口音比较难纠正以外，大人也能像孩子一样成为一个语言学习的好手。而且如果这个语言对大人来说很重要的话，他可以自主的去创造语言环境的条件。例如，如果我很想学西班牙语，我可以搬到墨西哥，或者主动的去结交西班牙语的朋友，或者主动的去阅读一本西班牙语的书籍等等等等。第二，大人知道什么更适合自己。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他的学习方法，一旦找到适合的方法，进步可以很快。大人的优势就在于知道什么方式更适合自己，什么教材更符合自己的水平，自己更喜欢哪一类风格的老师，一旦发现不对的地方，可以及时做出调整。而小孩子呢，就只能接受大人的安排。第三，大人有规划、汇总、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比起孩子的随遇而安，大人可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安排自己学什么，怎么学，学得怎么样，通过针对性的练习和查漏补缺，让学习的结果更系统、更完善。第四，大人有更强的驱动力。驱动大人学习语言的原因有很多，有内驱力，例如想要挑战自己，本来就很喜欢这个语言，或者想要多一个炫耀自己的资本。还有外驱力，想要追求更高的文凭、更好的工作机会、更多的人生选择等等等等。无论是内驱力还是外驱力，只要让大人行动起来的都是好力，而孩子正好缺乏这种驱动力。听我讲完了大人学语言的4个优势，你是不是突然发现原来大人学语言比起小孩子有这么多的优势？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普遍认为小孩子学语言更有优势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孩子他天生就有与生俱来的学习语言的生存需求和本能，因此很多研究呢偏向于学语言，小孩子为何容易成功，大人为何容易失败。这些研究呢给大众产生了一种集体印象，形成了主流意识，然后这个主流意识又反过去影响研究的方向。这个循环导致了一个现象，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个孩子一开口就可以讲几种语言，我们就说小孩子学语言就是有优势。当我们看到一个大人学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大人学语言就是没戏。但是我们忽略了小孩子学外语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，大人也有很多外语学得很好的。现在在抖音、快手那些平台上看到那些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，他们的普通话比我还要地道，是不是？我说服你了吗？但是我没有说服我自己，我还是认为学习语言年龄越早越好，不为别的，
就是因为我是为小孩子服务的中文老师。开个玩笑，我支持学习语言越早越好，是因为孩子有一个大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匹配的优势，那就是语言水平和认知水平的同步。例如说，当小孩子学习苹果这个单词时，他正好现在才认识苹果这个物体，而大人学苹果这个单词时，他已经吃了好多年的苹果了。那这个认知水平和语言水平是否同步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？今天我就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因为认知水平和语言水平的同步，孩子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当下的语境里。很多学校开设中文沉浸式课程，用中文来给孩子上数学、科学、地理等学科，就是利用了孩子的语言水平和认知水平的同步这个优势。而大人因为他的不同步，他得强迫自己去带入那个语境，因此很难做到真正的去融入和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。然后当语言水平和认知水平同步的时候，学习材料比较容易找。例如说，一个小孩子刚学完苹果，那你给他读《好饿的毛毛虫》这本书呢，就刚刚好。但是对大人来说，就会产生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落差。你别说大人，我给8岁的孩子读《好饿的毛毛虫》，他们都对我翻白眼。That book is for babies。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选择，虽然他们已经能用英语读《哈利波特》了，但是他们的中文水平只能达到好饿的毛毛虫。最后，语言水平和认知水平同时很低的小孩子，更容易在他的周围获得可以理解的语言输入。在上一期视频怎么跟宝宝说中文最有效率的视频里，我提到了父母语这个概念。但不仅父母会用父母语，就算你没当过父母，当你面对一个一脸懵懂的孩子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用大人的说话方式来跟他说话，你会很自然的说得慢一点，简单一点，让他容易理解你。但是大人对大人就不一样了，如果你想要一个大人慢慢的不怕无聊，不怕麻烦，不怕尴尬的陪你练口语，那这个人要么很爱你，要么收了你的钱。我刚才列举了4个大人学习语言的优势，自己又跑去支持小孩子学语言越早越好，好像没有回答我自己片头题的问题：学习语言到底几岁最好呢？好啦，在这里给你一个官方的答案，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既然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它的优势，那为什么不把握好当下的优势，现在就开始呢？不要再去后悔以前没有把握好机会，也不要去奢望以后会有更好的条件。就像我想做这个频道，其实3年前我就有了这个想法，但是当时想着我有2个孩子要照顾，又有工作，或者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。结果3年过去了，我有3个孩子要照顾，工作更多，更没有时间了。于是呢，我决定现在就开始。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不开始的话，3年以后我还是什么都没做出来。这不，我已经更新好几期了，给自己鼓掌。我们让孩子学习语言也一样，就像在雾中前进，我们不知道以后会走到哪里，但是如果现在不走，我们哪儿也去不了。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，伸出一条腿，迈出第一步，换一条腿走第2步，慢慢走才是最快的捷径。这期视频有改变你的想法吗？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请现在就订阅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